上一讲谈到司马相如娶了卓文君的人，拿了卓王孙的钱，在成都过上了富家翁的小日子。小两口本该琴瑟和鸣，恩恩爱爱，在无忧无虑的氛围中享受生活，地利与我何有哉？但是皇帝的诏书意外降临，召司马相如火速进京。事情是这样的，当时的长安城里有一位蜀郡人，名叫杨得意，担任狗监，负责为皇家养狗。某一天，汉武帝读到了一篇漂亮的文章《子虚赋》，越看越爱，此言自语道：“我真恨不得跟这篇文章的作者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啊！”显然，汉武帝以为《子虚赋》出自古人手笔。待杨得意大话说：“我听同乡司马相如说过，这篇文章是他写的。”武帝大吃一惊，赶紧召见司马相如。司马相如的人生到此又将掀起波澜了。杨得意推荐司马相如，这是司马相如给后人留下的第8个文化语码。王勃《滕王阁序》里的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用的就是这个典故。只是因为骈文的字数限制，不得不把杨得意缩写成了杨意。杨得意的职位是狗监，不过是替皇帝养狗的。这个职位不但级别低，重要的是听上去特别有侮辱性。所以后来的知识分子都很爱从狗监这个角度入手，说就连杨得意一介狗监都能慧眼识英雄，给皇帝推荐出了司马相如这样的文章国手，怎么就没个人推荐一下自己呢？因为狗监杨得意的一句话，司马相如辞家入长安。不过司马相如入长安的原委也有可能是和庄助他们一样，积极主动响应汉武帝的求贤政策。但我们不妨就沿着《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的说法，毕竟这个说法细节更丰富，接受度也更广。在汉武帝面前，司马相如坦言自己正是《子虚赋》的作者。接下来说，《子虚赋》所描写的不过是诸侯级别的事情，不足观。自己希望为武帝专门写一篇关于描写天子游猎的大赋。得到武帝的首肯之后，司马相如好好施展自己的文学才华，极尽铺张之能事。贾托、子虚、乌有先生、吴世公这3个人的对话，描写诸侯和天子盛大的游猎场面。这3个人的名字用现代语言表述的话，就是无名氏甲、无名氏乙、无名氏丙。这篇大赋司马迁嫌弃他不但言过其实，而且立意不正，所以删掉了一些内容之后再收录进了《史记》。这篇大赋到底题目是什么，今天已经很难确定了。昭明太子在编辑文选的时候把它一分为2，前半段叫《子虚赋》，后半段叫《上林赋》，这就是我们今天最熟悉的版本。至于被汉武帝激赏的那篇《子虚赋》，很可能已经失传了，相关考证很多，结论莫衷一是，我们呢就不必深究了。无论如何，司马相如由《子虚赋》给后人留下了第9个文化语码，子虚乌有。汉武帝高度欣赏司马相如的文学才华，留他在身边做了郎官，这一做就是好几年。这几年间，卓文君究竟是怎样一种生活状况？是跟着丈夫来到了长安，还是留在成都，逐渐适应两地分居的日子？史料就不会关注这种小事情了。司马相如做官到底做得怎么样？按照《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的说法，他可做得不太有上进心啊。这不奇怪，司马相如家大业大，不缺这点朝廷俸禄。再说了，只要做事，或多或少都会出错，错误呢又总是可大可小，只有不做事才会不出错。写写不痛不痒的文章，卖弄一下文学才华，哄哄皇帝开心，难道不好吗？但是司马相如不想找事，事情忽然找到了他的头上。武帝派他出使巴蜀，平息民怨。到这里我们就接上了资治通鉴的时间线。夜郎国和周边地区已经在名义上变成了汉帝国的前梅郡。唐蒙领旨到蜀郡主持基建工作，要开通一条通往夜郎的官道，然后才能够以夜郎为前哨阵地，大军沿牂柯江而下，一举拿下南越国。事情如果办成，唐蒙立下的就是不世之功，高官显爵自然不在话下。所以唐蒙的工作热情特别高涨，神党杀神，佛党杀佛，
如果有小小的老百姓挡路，当然就要杀老百姓了。山区修路谈何容易，但凡有一丁点容易的话，夜郎也好，南越也罢，早在刘邦时代就能被收归汉帝国的版图了。唐蒙征发当地人力，规模达到了几万之众，工程难度太高，工作环境太危险，所以大批劳工就死在了这个项目上了。死人太多，自然的逃亡的人更多。唐蒙为了约束纪律，以军兴法管理劳工。所谓军兴法，适用于以军事目的征调百姓的事情。唐蒙这样的做法就意味着这一次的道路修建工程不属于普通的徭役，而是军事项目，违抗命令的人要依军法处置。军马一来，人头滚滚，领头逃亡的全被唐蒙杀了，巴蜀百姓全被吓到了。局面照这样发展下去，天知道哪天就会爆发民变。汉武帝听说了这个情况，这才派司马相如出使，目的呢就是把事情按平。在汉武帝而言，司马相如是成都土著还是当地名人，说起当地的情况，人脉也广。在司马相如而言，当初人在蜀郡，给当地父老留下了杀猪盘和软饭男这两个印象。那这次以皇帝信使的身份高车驷马，衣锦还乡，是时候风光一次了。在巴蜀父老而言，唐蒙是个卖来者，请出幺蛾子。司马相如好歹是老乡，知根知底，可以安心听听他有什么话说。再说司马相如的家就在成都，岳父一家在临邛，家族利益和本乡本土高度绑定，司马相如总不至于做出什么危害巴蜀利益的事情吧。司马相如的这次出使，《资治通鉴》的记载极其简略，只说司马相如完成任务回长安交差。但是司马相如为了传达汉武帝的执政精神，宣谕巴蜀百姓，写了一篇很精彩的文章。后人呢给文章拟定标题叫做谕巴蜀檄或者谕巴蜀父老檄。这种宣传稿很容易被写成充满陈词滥调的高头奖章，但司马相如作为当时的文章高手，写出了宣传稿的千古典范，很值得我们领略一下。文章首先对于巴郡、蜀郡的太守发话，说这些年来四面八方的蛮夷都争先恐后向大汉皇帝献殷勤，渴望归附过来当奴隶，只恨山川阻隔，来不了朝廷这才派遣唐蒙迎接人家，为此征发巴蜀市民各500人，只是做一点运送礼品和沿途保安的工作而已，完全没有要打仗的意图。听说唐蒙擅自使用军法，郡政府又擅自转运物资，搞得兴师动众，人心惶惶的，这不是皇帝的意思。不过呢，应征者当中有人逃亡抗命，这也不是臣民该有的节操。那以上是文章的第一段，首先把皇帝的责任撇清了。皇帝是圣明天子，所以才会有现在四夷兵符的盛况。为了迎接兵符过来的四夷，这才有了唐蒙主持的那些工作。只不过呢，唐蒙是自作主张，把一切本该轻松玉如的工作办成了劳民伤财的死亡工程，这是唐蒙的错。但是重点来了，巴蜀百姓一样有错，因为无论唐蒙怎么错，巴蜀百姓也不该抗命逃亡。话这样一讲，自然很难让百姓心服，所以司马相如赶紧拿北方边郡的百姓做榜样，说人家是如何急国家之难，争先恐后，舍生忘死为国效力。他们难道和巴蜀百姓不是一样的边祸其民吗？不是一样的人类吗？那么北方边郡的百姓到底为什么觉悟这么高呢？文章原话是：既深虑远，及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意思是说他们有远见，对国家危难能够感同身受，所以乐于履行臣民的义务。这句话的重要性在于它明确提出了很接近于现代意义的国家概念，传递出一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价值观，让平民百姓认识到自己不再是皇帝的子民，不是皇帝的私有财产和人力资源，而是国家的一员，有责任和义务为了国家的发展和皇帝共同使力。这种价值观在当时而言实在是太前卫了。我们看春秋时代，只有贵族才是国家的一员，
舍生忘死为国打仗，既是贵族的义务，也是贵族的荣誉。平民百姓只配给贵族老爷们打打下手搞搞后勤。进入战国时代，战争规模扩大，贵族呢不够用了，平民百姓纷纷踏上战场，但统治者无非是通过威逼加利诱达到这个目的。最典型的就是商鞅变法之后，老百姓可以拿人头换爵位，没有战功的话，这日子就注定过得低人一等，被有战功的邻居当奴仆使唤。在当时的主流观念里，平民百姓属于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什么责任义务只可以约束君子，对小人管用的就只有利益驱动。当我们理解了这些背景，就能看出司马相如这篇文章的划时代意义了。当中央集权几乎打掉了整个贵族阶层之后，政治宣传上终于可以小人喻于义了，培养平民百姓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意识，让他们可以自觉自愿地为国纳税、为国服役，甚至为国捐躯。当然，利诱还是不能少。文章的下一段里交代了那些北方边郡奋勇报国的人是怎么名利双收的，还有把那些勇于为国捐躯的人标榜为贤人君子，然后翻回来再次批评拔蜀百姓当中那些抗命逃亡的人。更加巧妙的是，忽然话锋一转，说这也不怪他们，要怪就怪他们的父兄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没有为子弟做好表率，这才导致民风寡廉鲜耻。所以那些被唐蒙诛杀的人一点都不冤。成语寡廉鲜耻就是这么来的，这是司马相如留给后人的第10个文化语码。那么这些话在不在理，效果又如何呢？我们下一讲再见。